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吉他就该这么玩的干货系列，我是树哥。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学习进阶版的爬格子、爬音阶练习。那其实我出这个干货的想法很简单，可以帮助一些在学吉他路上呢有瓶颈期，或者觉得爬格子非常枯燥的同学啊。虽然说是进阶，但一点都不难，而且还可以变得更有趣。当你拿起吉他想练我这套干货的时候，你会发现越练越上头，不想放手的。因为这个干货呢，除了爬格子一样可以练习到我们的一个手指机能，比如说力度、灵活性，还有独立性以外呢，还能学习到一些节奏的律动，还有调整我们唱歌的时候走调的一个方法。那么也能帮助到我们在后期即兴 solo 的时候做一个小铺垫，还可以练习到我们右手练习拨片的一个使用。接下来我们主要会学习 C 大调的5种子型音阶：咪型音阶、嗦型音阶、拉型音阶、C 型音阶，还有 Re 型音阶。这几个音阶其实很简单，我们第一个音是哪个音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是命名为哪个音的音阶。那我们只要学会这几种子型音阶还可以按照我们的一个全半音关系推导出其他大调的一个子型音阶出来的。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5种子型音阶图，还有怎么样去爬这个音阶呢？首先第一种，我们的咪型音阶，顾名思义就是第一个音呢是咪开头的，我们6弦是6E，对吧？英文字母 E 代表就是哆来咪的咪，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OK， 那我们就以咪型音阶为例子，怎么去看，怎么去爬这个音阶呢？首先，我们先从6弦开始看，然后再看到1弦，爬的时候也一样先从6弦爬，如此类推，爬往下爬到1弦，然后再从1弦往上爬回到6弦，这样来回。上下一个来回的话呢，我们算一组练习。好，那我们咪型音阶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指板上呢有一些数字的标记那有数字的地方才去弹响它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音是咪，那先拨响它的空弦音就好了。然后发的话呢是6弦1品，嗦是6弦的一个3品，嗦咪发嗦。对，我们弹完的时候要做一个手指保留法跟我们的爬格子有点类似那大家对爬格子的一个基本功还不会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先看一下我上一套课程我在几年前出的一个爬格子教学是非常详细的，可以先学会那个方法以后，再回来学这个进阶版的爬音阶，肯定可以突破瓶颈期好，我们继续，从6弦的话呢，先是空弦，然后6弦1品，发嗦。对，手指保留法，然后大家弹的时候按照我的一个指型来食指、无名指这样子那我们一般在操作这一个爬音阶的时候呢，比如说1品我们是可以按照食指，然后中指是负责2品，无名指3品，小尾指4品这样子只是个大概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上一格下一格的话呢，自己去稍微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好，继续到了我们的一个5弦的时候呢，可以一个一个手指下来拉是吧？拉完空弦以后呢，拉 C。对，全部手松开，同时用中指去按我们的2品，哆。好，5弦完了以后，4弦空弦 Re 完以后，然后到我们的一个咪，用中指去按4弦的3品就可以了。它跟5弦的弹法是一样然后无名指下来，咪发发，在4弦的3品。好，到3弦呢也是空弦音，嗦拉的时候呢，中指按，我们的一个3弦2品 C。2弦空弦音，然后食指按我们的一个2弦1品 Re， 2弦3品。好，咪的时候1弦空弦音 ，OK， 发，对，我们的一个食指按在1弦1品就好了。好，然后无名指按我们的一个嗦，1弦3品就可以了。按照这样子先从6弦爬到1弦看一看，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OK， 好了，爬完一遍下来以后呢，还不算一组你要大回上去。我们在大回上去的时候呢，这一个音是最后一个音我们只弹一遍就好了。比如说这样子，对，弹一遍，然后马上回去就不要说不要弹2遍。不用这样子它是最后一个音，也是跟一遍就好了，不需要弹2遍哆发咪瑞哆西拉嗦发咪瑞哆西拉嗦发咪，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完整的来一组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我尽量慢一点1 2 3 4咪发嗦拉西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西拉嗦发咪瑞哆西拉嗦发咪。那我们在练习 C 大调爬音阶的时候啊，有几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教到的一个来回循环才算一组的一个练习哈。OK， 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在按这个指板的时候，尽量每个手指靠近我们这个每一品的下品丝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不要说按的时候按在中间或者按往上按是不对的。这样的话呢，弹出来会有杂音啊，你中间也不行，中间的话偶尔也会有杂音，尽量往下靠。要用力按着它就 OK 了。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到手指保留法哈，尽量用到手指保留法。最后一点呢，就是用拨片弹的时候，我们是下上下上下上的一个感觉来的。当然，如果不会拨片同学呢也没关系，用右手的手指去弹就好了啊。哪个手指负责哪根弦，那你就拨哪根琴弦。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啊大家去用拨片会更好一点。第一，可以练我们的一个左右手的协调，还有它的一个力量之余呢，又能练习到拨片的一个练习哈，还是不错的。还有我们在练这种音阶的时候啊，可以学我刚刚那样子，我们一边去唱出它的音名，一边去爬出来，这样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去练习到音阶的一个敏感肌。同时，比如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容易走调的同学，也可以对走调有一定的改善啊。好，那我们学习完咪型音阶怎么看和怎么去弹以后呢，接下来还有4种音阶，这里的话我去慢速的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大家学会了以后呢，可以把我们的视频暂停，自己一边去练习，一边去回看我的一个演示。第二种嗦型音阶，我们的指型安排啊是这样子的。食指2品，中指3品，无名指4品，小尾指5品。偶尔的话呢，可以手指去另外活动一下。好，回去。那我们练习完以后呢，把我们的一个音名一起唱进去，尝试一下。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然后回去也是一样啊，一边唱一边回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第3组我们的一个拉型音阶，也就是从拉音开始，拉。OK， 开始，先来演示一遍啊。好，回去。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手指尽量不要抬得太高，不要说，尽量往低的靠，往琴弦的低的方向靠。这样子就可以了啊。那同样的，我们在来回爬的时候呢，哪个手指按过的那个位置，无论是去还是回来，都是按照相同的路线返回啊。我们去的时候弹的是食指啊，6弦5品这个音，从下往上回来以后呢，最后一个手指还是回到食指。好，第4组 C 型音阶，也就是从 C 音开始哈。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再慢速来一遍哈。好，回去，然后再原路返回啊。OK， 这样就完成了。最后一个，我们的 Re 型音阶，也就是第一个音 Re 音开始。那 Re 型音阶的话呢，它会在高把位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弹的时候相对也会轻松一点，因为它的一个品格的距离啊会窄一些啊。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有点超出我的音域哈，但是没关系的，我们就是要突破我们的一个瓶颈嘛，突破我们的一个极限去练习，好不好？但是音一定要唱准，破音了也没关系哈，这个可以去练的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慢速的，再示范一下这个指型。
回去。好了，那我们已经认识完还有怎么去弹这个音阶以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设定一些目标还有玩法。那第一个呢，我们设定目标每天我们要坚持半个小时或者以上的一个练习。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一定是从6弦往1弦，再从1弦往6弦，一直弹，不断不能断。比如说我弹完了，好，停一下，回来不能停不能有这个停的，一直是循环来回下上这样子爬的。然后呢，用节拍器按照一个顺序，从咪，然后如此类推到我们的 Re 型音阶，这样子咪嗦拉西 Re 的音阶一次下来比如说我示范一下，从咪到嗦，然后再到拉，再到 D， 再到 Re 这样子。拉，对，一直一个音阶下到上以后呢，我马上到下一个音阶，下到上，下一个音阶，下到上，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为一大组去练习的话是最舒服的，一直重复循环，练到累为止那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的音阶，只去单独练习。比如说我拉型音阶不熟悉。那我就一直去练习拉型音阶，练习到熟悉以后呢，我们再整个5种音阶按顺序连贯起来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结合我们的一个节奏还有律动，可以使用节拍器或者鼓机尝试不同的节奏模式，比如说可以搭配 swing 节奏、3连音、前8后16的一些节奏去玩都没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用一个拉型音阶。这是比较平均的一个速度也可以说我们是用一个8分音符去弹这个节奏的，对吧？但如果用swing节奏的话，它是类似这种有跳动性，嘣就嚓就嘣就嚓就，对吧？会好玩一点，是不是？那我们也可以用3连音，比如说我们在打节拍器或者鼓机的时候，它滴一下，我们算1拍以4分音符为主40拍的一个节奏，1拍下来，我们3连音，也就是1拍有3个很连贯的声音，爸爸爸爸。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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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这样子去弹出来就可以了。那这种的话呢，我们是练得更稳一点我们用3连音去练的话，可以去练节奏的一个更稳定性。swing节奏呢，就是玩律动的。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前8后16，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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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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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随意去搭配自己想玩的一个节奏当然 swing 节奏是最好玩的。然后自己可以稍微停一下，这是比较有律动感。我们先玩一些基础的节奏，再去融合自己的一个想法感觉来弹着弹着。就能变成一些即兴 solo 了，是不是？那第3点是可以锻炼我们唱歌的一个音域的。我们一边在练习爬音阶的时候，一边跟着这个音阶的名字给唱出来，锻炼自己的音域，减少唱歌时候走调的这个感觉比如说拉型音阶也是以拉型音阶为主，唱的时候就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尽量往上靠，但是一定要唱准这个音调没唱准的话呢，还是容易走调的。唱歌的时候，第4点就是把我们这个音阶融入到歌曲里面。我们可以找一些 C 调的歌曲，或者结合一些和弦进行练习。比如说 C、F、G、A、M。你看一下你的朋友，或者找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单块，录一小段出来，然后呢自己跟着去弹。来，你看刚刚呢，我就是用到了一个拉型音阶就按照整个音阶的顺序去弹出来，跟我们的刚刚这一个 C F G A M 这个和弦进行旋律是完全搭配的。但是呢，我们这么有规律的把这个音阶弹出来，可能没那么好听。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这种 swing 节奏，对不对？我们刚刚又说，融入一些律动在里面。好，我们再来一遍 ，1 2 3 go。比如说这样子的话呢，就好玩很多。我们是可以从音阶里面随便找到一个音，也不一定按照顺序去找音
去弹这个 solo 出来。啊，我们是可以随意弹，先找找感觉。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给我们后面玩一些即兴 solo。做一个小铺垫的啊，去感受一下5种音阶融入到一个 C 调的和弦进行，或者 C 调的一些歌曲里面啊，自己去玩一下，随便搭配哪个音都行。我们在弹这些音的时候啊，还可以搭配一些技巧，比如说基弦、勾弦、基勾弦、滑音。去玩都没问题啊，但前提下你一定要知道音阶它每个音所在的位置，这个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积累，或者说我们要用脑子稍微背一下才可以的。我们多点去这样玩呢，是很好的，可以给我们后面即兴 solo 打好基础哈。那如果有些歌曲不是 C 调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按照全半音的关系去推导其他和弦音阶出来。比如说我这个拉型音阶，它是用5品开始。那它是 C 大调里面的一个拉型音阶，但是我想弹 D 调，这首歌是 D 调的，有一首 D 调的歌，我应该怎么弹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拉型音阶往后退2格，1格2格，也就是移了一个全音往上啊，往上移一个全音，就变成 D 调的一个指法了。好了，那我们给自己制定好这一套练习以后呢，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还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要保持持续的一个练习。还有努力才行啊。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好手指的一个放松，还有休息，避免长时间练习啊导致手指疲劳或者受伤就不好了。像我们在健身房啊练肌肉一样，你练到累了，真的非常累了，要稍微停一下。如果你累了再继续练的话呢，你的筋骨啊肯定会拉伤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要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啊，通过 C 大调的这个爬音练习呢，去掌握吉他演奏的一个基本技巧啊，给未来的一个音乐之路呢打好一个更好、更扎实的一个基础。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每次的练习都是向吉他大神迈进的一步。OK， 我们下期干货再见，拜拜。